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一博，一个被刻板印象锚定，却从来豪迈不羁的明星。王一博，娱圈顶级流量，头部明星艺人，新晋票房红人，内娱资本版图兵家必争。雷雨，长空之王男主角，代号082，原型清华学霸，新生代试飞员军中骄子。迥异履历，唯一联系是舞，王一博为跳舞出道，是街舞高手。雷雨是试飞员，身为刀尖上的舞者，驾战鹰翱翔苍穹。都是10年磨一剑，一舞动长安。01胜者不与人争，忠于自我，不取悦他人。一个人活着的姿态就是他的层次与高度。正所谓，胜者不与人争，人皆自服。王一博，一个被刻板印象锚定，却从来豪迈不羁的明星。更早几日金色征途杀青，装满锅碗瓢盆的搬家拖车出圈，因节俭上热搜，是接地气到让黑粉都无从置喙的程度。而朴素哥转眼大洋彼岸看秀，身穿超技高定大杀四方，令外网发出王一博今晚在洛杉矶结束了所有模特的职业生涯的尖叫。他严肃而活泼，身上有一种冷俏的幽默。别人看秀，秀战袍，秀资源，秀交际，王一博看秀，或蜥蜴做俯卧撑。别人逛好莱坞，巨星 feel pose 秀，王一博逛好莱坞，剪刀手，游客照，割地蹲。闲庭信步修罗场，举重若轻狂澜间，莫过如此。子曰：至圣文则也，文圣至则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即本性超越教化，就难免粗野；教化掩盖本性，又流于虚浮。只有文质双修，才能成为君子。正如我们见过这圈子里太多精心纹饰过的华美，却实在稀罕王一博身上这股收放自如的烂漫。虽然这溜出秀场繁华地，蹲的看蜥蜴做俯卧撑的大男孩，在成长要壮的南墙，世俗挖下的坑与个性棱角刺的洞之间，背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恶意与诋毁。这世上人不分贵贱，但人品分高下。看不惯某事物又对其无可奈何时，往往采用贬低方式进行心理麻痹者，多见于自我价值感低的人。只会贴各种黑标的 loser， 在浊浪中求渡仍保持澄澈的王一博面前，充分展示了普通人被绝对实力碾压后的绝望。犹记2023春节，携无名首秀的王一博被网络霸凌。在同期某电影官方因文化素质翻车之际，一众媒体人假官媒之名耍春秋笔法，与无良媒体和其强者合谋，为实现危机公关转移，硬生生痞里杨秋篡改互联网记忆，栽给王一博一顶耻辱高帽。不经历荒谬，不知我们与恶的距离。讨伐檄文，措辞犀利却色厉内荏，刷屏阵仗甚至直逼二舅。这种政治正确的恶，堪称笑里刀剐皮割肉，绵里针踢髓挑筋。恶意人身攻击的黑标签，极其精准迎合饭圈流弊，口诛笔伐间完美实现乾坤大挪移。知识被恶运用。他们说，若批评无价值，则赞美无意义，用作网暴价值逻辑，替公器私用遮羞。但他们偷换了批评概念，若这批评里没有公正，没有人道，没有悲悯，那这样的批评就是撒泼骂街的混账屁。而这种批评者，就是绝望的文化流氓。而即使如此，王一博吞下委屈，没有为自己辩解半句。
作品就是他无声的反驳。在名利场捉对厮杀中，他就像是位孤独的棋手，始终捍卫着演员的尊严。直到这股妖风因长空之王卷土重来，线下连一张票钱都没掏，甚至没进影院。但这些都不重要，秉承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么的精神，他们张口就是选角失败，流量毁剧 ，bug 百出，消费军人，将一个个莫须有套在王一博身上。最离谱莫过于再次祭出黑标，高喊王一博不配。因为长空之王几乎每位试飞员、工程师、军医、家属都有原型，或是多原型事迹糅合。雷雨更是新生代试飞员的缩影，其原型至少有2位，据悉其中之一是清华高材生，这便是不配的理由。纳尼？什么时候演员非清北毕业就不能演学霸？演员本尊不是英雄就不配演英雄？那仙侠剧里，演员演仙君是不是要持神仙牌照？演魔君是不是要先走火入个魔？好一群撇开事实不谈的杠精，且听听看导演刘晓世是怎么看待雷雨选角的。我对他之前并不是特别了解，只是希望在选择上尽量接近于真实。在青年一代试飞员里，很多都是阳光大男孩。就外形来说，他没有什么不合适的。王一博非常合适，他就应该演这样一个角色。王一博是一个非常礼貌，然后很善于思考的人，雷雨也是。我觉得他是感受力非常好的演员，进入情境很快。通过这次拍摄，我对一博的印象很好。他外表很帅气，内心其实非常敏感细腻，而且有很强烈的英雄情节。他是情感特别充沛的人，内心很柔软，挺感性的。他很坚毅，很多事情从来不叫苦叫屈叫累，内心丰富细腻，演出了角色的丰富性。王一博塑造了纯爷们儿气概的军人形象，他做到了。于是，宛如当初炮轰成耳，他们转而抨击导演，全然不顾最懂航空机械的军宣专家且背负组织殷期待，又岂是会向流量低头毁自己电影首秀之人？网络上戾气满身的人，当他们选择以诋毁、偏执与谩骂来表达意义，就证明他们不在乎真相。降智表现并非知识性愚昧，而是低劣的道德水平。利益熏心或猪油蒙心，都无需去感化他们。人狠话不多的丘吉尔就说过，如果有人冤枉你吃了他的东西，无需抛开肚子自证清白，你应该挖出他的眼睛，然后吞下去，让他在你的肚子里看清楚。当然不是要以暴制暴，而是谁主张谁举证。不入局就是破局，是王一博很早就洞彻的。无感不是见黑怂，相反，在陷阱里对黑实质是助纣为虐，因为你用愤慨相助着对方的流量，让信息汪洋里本该迅速沉底的恶意传播更广，这就叫送人头。等企图教育、讨好、感动谁，做你自己。正如 Chanel 在派拉蒙特影视制片厂演绎大秀，正如名利场中王一博独有的松弛感。人人都在热爱、追逐、演绎时尚，只有这个2023开年来已携2部电影全球出征的青年契合品牌主题，击中时尚灵魂，品 Prestige。你觉得自己与 Chanel 最大的共同点是？王一博，忠于自我，不取悦他人。02因为山在那里夫唯不争，乃天下莫与之争。学霸是什么样子？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其实不是。人们常把学习狭隘定义为课堂学习，且用学历充当凭据。其实天分好比矿藏，
人人都有储量品级不一。矿藏需要发掘，内驱力就是发掘器。正是课堂学习与学历之外的学习内驱力造就学霸。大义3年，郢市寒冬淘汰了谁又冻死了谁？是孱弱者，是将至者。强者恒强不是单纯的马太效应，而是时刻都在迎接，甚至主动发起一轮又一轮 battle， 并在命运暴击中保持胜率。从这个角度看，王一博是百舸争流的王者，也是娱乐圈学霸。5月13日，长空之王走进北京电影学院，王一博主演电影《北影交流》梅开2度。上次是3月15日，无名成为北影开学第一课。瞧瞧这量子纠缠的缘分，影剧备字2021第1250号无名与第1249号长空之王，巧到连备案都竟然连号。是该夸王一博资源好命好，还是冥冥之中有关联？哈，原来成尔刘晓世竟师出同门。刘晓世是北影导演系05级硕士，成尔是北影导演系99届毕业。成尔的主任教员谢小晶正是举荐刘晓世与中航结缘，并鼓励他入职航空工业628研究所的恩师。这是个什么命？天机有道，天意有定的命。啥资本运作流量红利，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在王一博电影宇宙不成立，只因他遇见的并非影视投机者或市井艺术家，体制外孤勇者成尔，体制内独行侠刘晓世，光是这俩人的 title 就说明了一切。成尔在电影审美降级年代，宁缺毋滥到舍的23年漫长岁月只完成4部长片，是著名低产高质完美主义战士。刘晓世于公兼有重任，于私胸怀情愫，以15年航空军宣职业操守与技术实力，向挚爱的航空事业与战友深情告白的务实理工男。真正的艺术家不在乎作品的前途，因为艺术本身是教人真诚的功课。是媚俗者无法孤勇独行，创造需要推导成见表达自我，因而真正的艺术家注定率直坦白。成尔、刘晓世两位殊途同归的导演，他们的秉性已然注定，谁也别想教他们做事。是巧合也是逻辑，是偶然也是必然。王一博曾当面感谢成尔选择没有电影实际的自己出演无名，而刘晓世亦曾当面感谢王一博选择出演没有电影代表作的自己执导的长空。至此，王一博电影宇宙法则 NO1 真心换真心，完成闭环。刘晓世说雷雨是新生代试飞员，这就与王一博有关联，因为他们是 Z 世代，都颠覆着大众对他们各自职业的刻板印象。新生代试飞员的气质、精神跟上一代飞行员或前辈有着很大不同，很多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大环境熏陶下审美品味也在线。雷雨设定是家境优渥的90后，对家庭的反叛是成为试飞员，因为热爱所以义无反顾。它代表新一代试飞员的特点，飞行技术不错，掌握扎实的航空理论，有广阔的国际视野。角色当然有参考原型，刘晓世说没有比真英雄更动人的剧本。文汇报独家专访里，刘晓世说了一个清华毕业生的故事。有世俗意义上成功的标签，足以兑现光明未来，可年轻人不顾家人反对，满腔热血投身试飞事业。父子隔阂整整3年，后来父亲架不住思念之情，从家乡奔赴陕西看孩子，想劝说他做出改变。那一晚，空气凝固着，房间里只剩新闻联播的声音。最终还是父亲打破僵持，举杯一饮而尽，好像忽然就和解了，只留下9个字：想飞就飞吧，注意安全。
可能听起来没那么惊心动魄，生死一瞬，但平静外表下滚烫的内心，英雄无悔的担当力有千钧。刘晓世说这段被他化用到雷雨身上。此外，雷雨代号082，网友披露现实中的082已牺牲，牺牲前曾向身为军医的女友告别，这或许就是感情线的来处。其实不必刻意追溯雷雨的全部来处，因为英雄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人。风声结尾周迅的台词如是：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红星新闻，影片的角色是否有原型人物，与他们接触的过程是怎样的？刘晓世，几乎我们电影当中所有的主要角色都是有原型的，但这个原型不是说我们对标某一个人，因为长空之王也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所以我们在构建每一个人的时候，不是说雷雨就对标了现实当中的某一个人，而是把我们在采访当中非常感动的一些点揉到一个人身上，然后在不违背戏剧逻辑的情况下，让这个人物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说到原型学霸，顺道普及冷知识，清华真有飞班。飞班创办于2012年，是清华大学专为中国空军培养飞行员的专业，学生在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工程力学与航天航空工程飞行员班，毕业后成为解放军空军副连职军官，授空军中尉军衔。飞行员不等于是飞员，但清华飞班仿佛侧面印证着影片表述，第一代试飞员是勇气型，第二代试飞员是技术型，第三代试飞员是专家型。科技强军背景下力荐长空的长空之王，观者注定不能回避与影片结构紧密相关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审视。影片支持者是因为王一博才热泪盈眶、激情满怀吗？显然不是。家国面前无饭圈，你或许可以相信饭圈消费逻辑可以带动长空之王1个亿的票房预售，甚至撑住截止当下7亿的票房，但你要如何解释1756.8万人次这个实实在在的数据？影片诋毁者是因为王一博才戾气满身，吹毛求疵吗？也不是。饭圈恶臭与公洁癖能制造落井下石的无辜观众、高贵路人和对家粉丝，但绝对制造不出某些披着军迷、军事博主及野专家外衣，一夜间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帮闲在官之徒。无论是其为我国70年是非事业献礼篇或扬我军威的国家宣传片，与无名一样，长空之王影评2极争议的实质，其实是以电影为鉴的三观之争。电影剧情里，忧心的父母问雷雨，可不可以不飞？他回答，我不能不飞。对于军人而言，担当就是答案。自我实现、家国抱负，只是担当的注解。现实生活中，那位背逆家庭期望、叛逆世俗期待的学霸试飞员，想来对于他而言，热爱就是答案。惊世骇俗、彪炳史册，并不是他的本心。那么王一博呢？无所谓方位，不计较酬劳，不在乎得失，毅然扎进疫情中寥落的电影市场深耕。什么是他的答案？野心就是答案。做演员就做好演员的野心。长空之王不排除有拍续集的计划。5月2日，1905电影网专访长空之王刘晓世，听他从多角度解密影片的幕后故事。在刘晓世看来，长空之王的拍摄制作，既是一个电影工程，也是一个科研工程。那么，会有2期工程吗？雷雨和更年轻一辈的成长与他们的飞翔梦想还在继续。刘晓世透露，不排除有拍续集的计划。真好，王一博电影宇宙法则 NO2
一切都将继续。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